盯着你30秒，看你有没有撒谎。没有。你脸红什么呀？哪里红啊？是不是想到焦雨成了？我没有。小姑娘，别不知好歹啊！回头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，除了我，谁会欠你们原生的合同？哎，你让开。老师，你怎么啦？我觉得有点热，我现在泡完了，我有点想走了，我拜拜。那太好了，慢走不送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拜拜。Whisky 不加冰。离岛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会提出那样的条件，我没处理好，对不起。这份合约是在我能力范围内能为你争取到的最好条件。我相信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给你更好的。我不会签的。你不要我带没有问题，我让最好的编辑带你。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把最好的都给你，让你回到最好的状态。张雨晨。哎，我房卡呢？你把你房卡给我。一起走吧。我说的你好好想想。哎，东西拿来吧，别想私吞啊！处理都给我发信息了。什么呀，这是？哇，12年前，我投给圆月社的第一篇小说。你的第一篇小说，这么久的稿子还藏着呢。是啊，估计圆月社能干出这种事儿的，也只有夏老师了。哎，你们家老周的手稿，他肯定也留着呢。不好意思啊。你说你们家小编辑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表决心继承夏老师的衣钵？怎么样，想不想牵过来亲身感受一下他的狂妄？还是要重回顾白纸的怀抱？你也离我远一点。这一回啊，我可再也输不起了。我还是睡沙发吧。下楼吃饭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好 ，Cos Kitty。周川老师，谢谢你了。酒店太贵，不好意思让你继续破费，我先走了。您好好度假。这么早就走了呀？也不知道处理办的怎么样了。
能怎么样啊？就是2天不上班，然后再寄了一封辞职信。这人又不是第一次碰上过了，不奇怪。我觉得初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初里呢？还没上班。来了。哟呵，还真敢来啊！我以为这辈子都出现不了了呢。你顺便合同，还有记得给我报销哦。初里，我就知道你会可以的。不错，辛苦了。太累了，我是。姜老师，你真的愿意放弃这么多钱，选择圆月吗？我不是选择了圆月，我是选择了你。虽然只是签下了连载，不过离书的出版又更进一步了。这2天我不在，《洛河神书》跟《华磊》这2本书，竟然怎么样了？那在书展之前，这2本书啊要上市的，你们时间不多了。洛河神书这边现在正在物色画手，推进封面设计。处理这边会和守川老师一起确定执行的画手。洛河神书的画手呢，也尽快找，就要能够擅长画古风的，名气呢就要能够配得上周川啊。费用呢，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。夏老师放心，我会办好的。处理这次呢，签下了江雨晨的连载，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推出《消失的游乐园》啊。这段时间呢，我知道大家会苦了一点，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找于洋或者2个去帮手啊，大家都是同一个部门的。干什么呢？滴眼药水啊！不是我说你处理，就这活你要这么干啊，早晚得先瞎了。你快去看我们月光官方微博呀！我真的签下江雨晨的连载了，现在礼炮齐鸣，歌舞升平。我现在在滴眼药水，强行假装自己没有哭。差不多得了你，签下周传书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这么高兴？也没见你哭啊。那不一样，周川又没有天天被人戳着脊梁骨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老师快过气了，红不了了，超扑街。”红还是周川的错了。不和你说了，我要为姜老师认真工作去了。到了。啊，到我家了。哎，你说你怎么回事啊？睡个觉还能把自己给撞醒了呀？大哥，说好了休息1个礼拜的，你要急哄哄的回来，真搞不懂。哎，我以前也没有发现跟你出来度假这么有意义。拜拜，我走了，车你自己开回去。阿夏，你快来帮我拿主意，你觉得这些封面哪种最适合周传老师小说的风格？你就说第一眼的感觉。英雄所见略同，简约大气，富有想象力。你猜猜这是谁画的？简，
说的太对了。唉，想当初简娘娘还是小透明混论坛的时候，我有个朋友很看好她，还给她的图配过同人文呢。但是我听说简这个人，他不是很好接触，跟他合作过的编辑们都说他恃才傲物，还拜高踩低。简的人品确实有问题，但这不是最为难的。最为难的是，周川老师曾亲口告诉过我，像这种三流小画手的画册，他是绝对不会买的。周川老师怎么可能说这么刻薄的话？他就是这么说了。唉，现在符合夏老师要求名气实力2合1的，只有简娘娘一个。不然我再去找他商量商量吧。嗯。现在几点了？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快把你的新口红借我一下，我该去见姜老师了啊！怎么了？知道我是江雨成，反而不自在？不是，哎呀，我就是太紧张了，一想到之前在你面前江雨成东江雨成西的，我就觉得特别的羞耻。楚理，谢谢你。谢我。只有你相信江雨成会回来，所以我回来了。不只是我，还有很多读者都在等您，不然即便是有卷首语的事情，也不会掀起多大波澜。也对，只是恰好在我眼前的就只有你。没错，我只是代表了所有的读者，将力量都传给了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会肩负起你和书的重任，争取把最好的作品回馈给读者。对了，之前你发给我的电子稿我已经拜读过了，有几个问题还是想向您当面请教一下。我见过很多的编辑，这样的还是第一个。姜老师，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啊！我只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，小。我在你心里面就这么容易生气啊？你看这儿，陆岩这里的情节会不会有些牵强？我知道现在的读者都喜欢看这方面的东西，但是这里的情节好像和他的人设不符哎。如果你情节是这个走向的话，我人物会崩掉的。你要考虑读者喜不喜欢，只要读者喜欢，人物小崩没有关系。还有这里，我觉得这里的逻辑推理也不是很对。我做了分析图，根据目前的线索，杀害白伟的是李黎，完全不能推导出还有另外一个凶手，是不是少了一些情节啊？他如果这么说这句台词的话，男主早就应该在上一个章节就发现谁是凶手了。没有人会在意你逻辑上面有没有漏洞，只要瑕不掩瑜，小 bug 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现在要争取的是那个连载。我知道书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商品，但是对于读者来说，它就是艺术品，还是尽善尽美比较好。你懂不懂？我现在在做一个艺术品，我想把它做到完美，而不是迎合市场。书也是商品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它大卖。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，看到这里我就心痒痒，特别想知道后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要不要我直接剧透给你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老板，有张单子需要您签收一下。助理，你等我一下。和偶像工作的第一天，心情澎湃，心思雀跃，咖啡都变得特别好喝。啊？工作就去会议室啊，喝什么咖啡啊？我新书画手的事儿找得怎么样了？
和江雨晨喝咖啡不回我消息是吧？和偶像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怎么样啊？同时给周川和江雨晨出书，不能太厚此薄彼啊。我一碗水端平，正努力给周川找话手，好不好？很好。狐狸君一给你发消息就秒回。你觉得以前你帮着配文的简娘娘如何？你说的是忘恩负义的简，劝君三思。周川老师一向看不起简，要是跟他提合作，会不会？哎呀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问了再说。周川老师，不好意思回复晚啦，您觉得简合适吗？虽然他是一个三流小画手，但国内像他这样拥有100多万微博读者的古风画手没有几个。能不能请周川老师屈尊降贵，让他为您的新书鞠躬尽瘁呢？沟通事宜由我全权负责，您都不需要出面哦。滚！喂，周川老师，你终于肯接我电话啦！如果你是来劝我用简当画手的话，我建议你直接挂电话，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不是，老师，你听我说，例会上夏老师特意叮嘱，一定要为洛河神书找一个擅长古风、名气也和你相匹配的画手。除了简，谁都可以。